你可能完全没发现，你的胰岛素已经开始跟你作对了。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管理胰岛素抵抗的3件大事和3件小事。传统的认知，胰岛素抵抗就是因为吃了高糖饮食，胰岛素太多，最后导致了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然后我们身体需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那么带来的胰岛素抵抗。最近也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方向。我们细胞里面的线粒体如果功能障碍的话，即使胰岛素把能量送到细胞里面去了，我们的线粒体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燃烧这些能量，使得我们送进去的葡萄糖卡在我们的细胞里面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会使得我们细胞的信号变得比较紊乱，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这是2种不同的说法，其实他们都对。实际上呢，他们应该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有少部分的人，他先天的线粒体呢功能就比较有障碍，这个时候呢，他的因果关系可能会颠倒过来。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说我们经常在高糖饮食的环境里面，导致了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时间久了以后，线粒体的功能也就会出现障碍。然后呢，你继续吃高糖食物，胰岛素抵抗呢，它真的就是高糖食物跟线粒体功能障碍互为因果，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它这个恶性循环呢，就始终很难离得开了，很难解决得了。要真正去彻底解决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呢，是要从根本上去处理的。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来处理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3件大事和3件小事。一如既往的，我们从3件小事先开始说起。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小事情，改善你的睡眠。各位听得熟不熟悉？几乎所有你需要改善你身体健康的东西，都跟改善睡眠有关系，这是真的。睡眠不足，压力过高，升高皮质醇，进而刺激胰岛素分泌的。你睡眠不好的人，胰岛素管理不好的。所以规律的作息、深度的睡眠、放松训练，对于管理胰岛素其实是一件重要的事。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保护你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对管理胰岛素重要，对管理整体健康都很重要。第2件小事情是补充关键的营养素了。各位，我知道大家有些人相信营养补充剂，有些人不相信营养补充剂，但是呢，关键的营养素是很重要的，镁的重要性，还有呢含铬的多种矿物质。有一些同学在市面上去买了铬这种补充剂回来吃，因为大家听到了铬对于调节身体的胰岛素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你们要了解，铬是一个矿物质，所有的矿物质它们同时存在，相互作用，它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的。单独补充铬的好处不如去补充含铬的多种矿物质。 OK， 这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维生素 D3、维生素 K2 还有磷虾油 Omega-3， 这些东西对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对血糖的调节都是有帮助的。第3件小事，大家在日常饮食里面要尽可能的避免胰岛素的隐形推手啊。有哪些东西是胰岛素的隐形推手呢？味精吃太多，喝酒，摄入反式脂肪，精炼的植物油，它会间接的升高胰岛素。这些小细节日积月累的在影响我们管理我们身体的胰岛素的。这是我们讲的3件小事，管理胰岛素抵抗的3件大事。第一件事情，降低饮食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所有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它的含糖量都高，它的升糖指数都高。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代表什么？胰岛素反应既高且快。升糖指数越高的碳水化合物，升糖的速度越快，含糖量越高的食物引起的胰岛素反应越大。所以如果你吃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比方说白米、白面、甜食、含糖的饮料，它们既是高含糖量的食物，也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这个呢，对我们身体管理胰岛素呢是最不利的饮食方式，它会造成胰岛素快速的飙升。控制这一类食物的摄入，它是改善胰岛素水平可以走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第2件大事，通过饮食的模式，逐渐的走向间歇性的断食，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度。间歇性的断食，甚至于逐渐的走进1日1餐的这种饮食模式，甚至于48小时的断食这种方式，第一个是可以让胰腺得到休息，有休息的机会。胰岛素降下来了以后，脂肪动员可以帮助你代谢灵活度的提高。同时，这种轻断食的模式啊，可以让我们的线粒体呢有修复和恢复的机会。各位，练习轻断食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有错误的认识，认为我应该学会饿肚子，我应该学会如何跟饥饿共存哈。真正确的轻断食，不管是168，不管是1日1餐，或者是偶尔做一次48小时的断食，都是在一个几乎没有饥饿感，或者是非常轻微饥饿感的状态下做到的。所以各位在练习轻断食这件事情上，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你要让自己代谢健康得到恢复，代谢灵活度得到恢复，饥饿感明显下降了以后，你们可以开始练习轻断食，进行细胞自食，对线粒体机能障碍的恢复帮助非常大。这是第二件大事。第三件大事，各位，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有规律性的增加肌肉的运动啊，对我们身体恢复胰岛素敏感度贡献会非常的大。肌肉是我们身体储存葡萄糖最大的池子，储存葡萄的地方。肌肉多，它帮助我们身体消耗葡萄糖，葡萄糖消耗掉了以后，可以降低我们身体胰岛素的水平的。所以从长期来说，有阻力的训练增加肌肉，然后呢有规律性的有氧运动，这两个东西是相互结合，可以显著的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的。这三件大事和三件小事是跟大家分享如何管理我们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建议，谢谢大家。